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，有一位名叫约翰·洛克菲勒的年轻人，当时他还不是后来那个石油大亨。战争期间，物资紧缺，许多商人趁机哄抬物价，大发战争财。洛克菲勒却选择了另一条路，他坚持诚信经营，公平定价，甚至在困难时期依然坚持捐助教会和慈善机构。当时很多人都嘲笑他，战争时期还做慈善，你是不是傻？洛克菲勒却平静地回答，我不是在施舍，而是在投资。这句话令人费解，直到多年后人们才明白其中深意。战争结束后，那些靠哄抬物价发财的商人大多破产消失，而洛克菲勒却因为诚信经营，赢得了广泛的商业信誉和人脉资源。这些无形资产成为他日后创建标准石油公司的重要基础。更令人称奇的是，洛克菲勒一生捐赠了超过 5.5 亿美元用于慈善事业，相当于今天的数百亿美元，却依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。洛克菲勒晚年时常说，上天赐予我财富，是为了让我将这些财富用在正确的地方。他还告诫子女，如果你们只学会了如何赚钱，而不学会如何正确使用金钱，那么你们将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败。洛克菲勒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深刻的人生真理，真正的福报不是靠贪婪和自私获取的，而是通过善行和德行积累的。这正如古人所说，扬善享市民，阴德天报至。一个人阴德的多少，会直接影响他一生的运势。什么是阴德？阴德就是不为人知、不求回报的善行。它不同于表面的善行，不是为了获得赞誉和回报而做的，而是发自内心、默默无闻的善举。阴德如同一个人的隐形存款，看不见摸不着，却能在关键时刻给予人生最大的助力。反观现代社会，多少人被物质和虚荣所迷惑，追求名牌服饰、豪车名表，以此作为身份和成功的象征。殊不知，这些外在的物质追求恰恰是在消耗一个人的福报。正如孔子所言，至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义。一个真正有修养的人，不会以物质炫耀为乐，而是追求内在的充实和精神的富足。真正的高手往往生活简朴。比尔·盖茨虽然是世界首富，却常年穿着普通的毛衣和休闲裤。巴菲特依然住在几十年前购买的普通住宅里。扎克伯格的衣橱里全是同样款式的灰色 T 恤。这些成功人士明白，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外表的奢华，而在于内心的富足和对社会的贡献。在这个浮躁的时代，很多人不知不觉中做了许多损耗阴德的事情。古人总结了10件最损阴德的行为，做过其中2件以上的人，就需要特别注意了。第一件是杀生。杀生是所有罪业中损耗阴德最重的。现代科学研究表明，动物也有情感和痛苦，随意伤害生命，不仅伤害了其他生命，也伤害了自己的心灵。有一位企业家曾经嗜好打猎，每年都要去非洲猎杀珍稀动物。后来他的事业突然遭遇重创，一夜之间资产缩水大半，同时身体也患上了怪病。经过深刻反思，他放弃了打猎的嗜好，转而投身野生动物保护事业。奇妙的是，他的健康状况逐渐好转，事业也重新走上正轨。第二件是邪淫。古语云：百善孝为先，万恶淫为首。邪淫不仅破坏家庭，伤害他人，也会严重损害自己的阴德。好莱坞有多少明星因为婚外情而事业受挫、形象崩塌？又有多少政客因为性丑闻而身败名裂？这些都是邪淫带来的恶果。第三件是不孝。父母是世间最大的福田，不孝顺父母，就会种下世间最大的恶因。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曾说：“我的成功有一半要归功于对父母的孝顺。”
他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给父母上香，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。即使在公司最忙的时候，他也坚持每周回家看望父母。这种孝心不仅让他家庭和睦，也为他的事业带来了无形的福报。第4件是偷盗。华严经上说，偷盗之罪，令众生堕3恶道。若生人中得2种果报，一者贫穷，二者共财不得自在。偷盗包括明显的偷窃，也包括占小便宜、逃税漏税等行为。有一位商人常常在进出口贸易中做手脚，少包数量逃避关税。表面上看，他省了不少钱，但奇怪的是，他的生意却越做越小，最后不得不关门歇业。反思过去，他意识到自己的不诚信行为可能是事业衰败的根本原因。第5件是妄语。佛家认为，损耗福报最多的行为就是造口业，而造口业中损福最重的就是说妄语。妄语包括说谎、欺骗、夸大其词等。现代社会中，有多少人因为简历造假而失去工作机会？又有多少企业因为虚假宣传而失去消费者信任？诚信是一个人最宝贵的资产，而妄语则是对这一资产的最大损害。第6件是两舌。两舌就是搬弄是非，在背后议论他人。这种行为看似无害，实则伤人伤己。一位职场人士因为喜欢在同事之间传话挑拨，结果被公司边缘化，最终不得不离职。离开后，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口舌之祸不仅伤害了他人，也毁了自己的职业发展。第7件是恶语。恶语伤人6月寒。如果经常说伤害他人的话，阴德就会被消耗。一位知名主持人因为在节目中经常尖酸刻薄地评价嘉宾，虽然一时博得收视率，但最终失去了业内口碑，节目也被迫停播。相反，那些善于用语言鼓励他人、传递正能量的人，往往能赢得更多尊重和机会。第8件是嗔恨。佛家常说，一念嗔心起，100万障门开。经常生气、怨恨他人，不仅伤害身体健康，也会消耗阴德。有研究表明，长期处于愤怒状态的人，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比常人高出2倍。而那些心态平和、少生嗔恨的人，不仅身体更健康，人际关系也更和谐，事业发展也更顺利。第9件是贪婪。越是贪得无厌的人，越没有福气。佛家说，能舍者可得富贵。真正的富足不是拥有的多，而是欲望的少。日本著名设计师深泽直人奉行无印良品的简约哲学。他说，拥有太多东西会让人失去自由。他的设计理念少即是多，不仅让他成为世界级设计大师，也为他带来了内心的平静和满足。第10件是愚痴。一个人最大的愚痴就是不相信因果，总是喜欢造恶业，不信因果也会损耗阴德。现代社会中，有多少人因为不相信吸烟有害而患上肺癌？又有多少人因为不相信超速驾驶的危险而发生车祸？因果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只有认识到这一点，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痛苦。福报皆因果，切莫随意挥霍。福祸无门，为人自招。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每个人都希望拥有好福气，但人生的路并非总是平坦。我们常常天真地认为，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小聪明就能打天下。其实，没有福报，一切的奔波都是辛苦和劳累。什么是福报？顾名思义，福就是福气，报就是果报，也可以理解为业报福报，是一个人的福德报应。常有人困惑，某某人的福报真好，子孙满堂，爱情、事业都很顺利，为什么别人事事美满，自己却充满坎坷？是不是老天偏心，把所有的福报都给了别人？其实，福报不是谁给的，而是自己修来的。享福就是在消福，
吃苦就是在了苦。每个人的福报都是有定数的，当享受到福报带来的美好时，就应该节约使用，因为不储存的话，因为挥霍，总有用完的一天。很多人不理解这句话，我给你打个比方，把每个人的福报看作池中的水，只会越用越少，只有一边用一边往里注水，才能取之不竭。如果前面用太多，后面见底，福报也就没了，剩下的人生只有痛苦。前面省着用，后面的福报就会越来越多。所以人生过得太顺，反而要小心福报耗尽。若人生遇到困境，也不要消极，因为努力向前，福报一定会来临。人一定要懂得修福培福，对于福报，千万别过度透支。10分福气只享3分，事业成功靠的是福报，福报是果，因在修行，各种报应都不是命中注定，而是修来的。为什么事业越成功的人越爱做慈善？因为他们知道，不是自己多聪明，而是福报是通过行善得来的。有人被贪嗔痴毒害得很深，很自私，从来不舍得施舍，不懂得宽容退让。他们不知道，当自己舍出去时，人缘就有了，福报也来了。有些做生意的讲诚信，为人豪爽大方，心胸宽广，大家会觉得和他们做生意踏实舒服，还愿意介绍更多的客户给他们。以后有更多的人愿意和他们交朋友，下属也愿意跟随这样的老板。这就是平日里修福培福得到的好处。而一个人如果贪婪吝啬，喜欢欺骗合作伙伴，压榨员工，那么再好的客户，再优秀的员工都会离去。这时无论自己多有能力，做生意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所以一个人想要事业成功，靠的是结善缘，得福报。福报多，人脉才广，助力才多。平日里不要想着用一些不好的手段从别人身上获利，这些行为都会严重透支自己的福报。有福报，钱不请自来，但钱最好不要来得太多太快。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成，福报也不例外。就像一棵树苗能够长成参天大树，说明阳光、土壤和空气等因素都非常合适。而一个人如果有福报，说明他一定慈悲、乐善好施、乐于奉献、勤俭节约。佛讲普度众生，大慈大悲，所以没有这些行为，福报的因缘也就不存在。要怎么收获，先要怎么栽。已经种下勤俭节约、乐善好施的种子，自然钱财会不请自来。但是钱财来得太多也不好，只会严重透支自己的福报。生活中有很多例子，中了大奖，飞来横财时，容易给自身带来灾祸。有些人自制力不强，沉迷赌博，不仅把财富挥霍一空，还欠下巨额债务。有些人被小人惦记，遭遇欺压、抢劫，不仅财富化为乌有，还可能有性命之忧。不是说财富多了不好，而是财富的获取要讲究循序渐进，一步一个脚印。古人说，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；人不配财，必有所失。正是这个道理，千金家业，必有千金之德，否则自己根本无法抵制堕落，自身能力难以守住财富。所以财富来得太快太多，就是在透支自己的福报，让自己的人生今后遭遇无数烦恼和灾厄。对于财富切记不能贪，该拿的就拿，剩下的不如行善积德，结善缘，修福报。福报多了，今后不愁财富不来。有时候做事失败是因为福报好，有人或许会质疑，这句话是不是写错了？失败本就是不好的事情，为什么反倒是福报好呢？有一个故事，古时候有一个人中了蛇毒，中医让他常舔白矾，如果嘴巴感到苦，说明还有救；如果感到甜，就说明中毒已身无救了。人生在世也是如此，哪有人的人生是一直顺利没有失败的呢？
人无完人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一个人犯错不可怕，懂得改反倒是好事，是福气。因为每改掉一个缺点，人就能从中吸收教训，更加完善自己的德行，变得更加优秀。一个人不怕犯错，应该怕看不到、不知道自己的错误，误入歧途，越走越远，难以挽回。同时，逆境痛苦是一个人修行的助力。释迦牟尼正是因为在修行时经受提婆达多带给他的无数失败和苦难，才使他快速成长，最后悟道成佛。因此，真正有福报的人，在做不利于自己事情的时候，会出现一些预警，让自己能够及时改变，转向正确的道路。站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人生太顺利，反而是在透支自己的福报。失败是一个人的例证，逆缘是给人精进的机会。懂得在失败中成长，人生才能丰富多彩，趣味无穷。一个人的福报不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，它是有定数的，用一点就会少一点。所以人生要一边享福，一边积福。人生顺利时要警醒，享福也是在消福。财富来得太多太快，就是在严重透支自己的福报。福报耗尽时，反而摔得越惨。福祸无门，为人自照，结善缘，积福报，融入日常生活，才能让自己福报越来越多，事业长青，财富不请自来。宇宙万物皆有定数，每个人的福报都是有定数的。就像你只有一笔存款，如果你不存，只取，账户很快就会透支，那穷困潦倒的生活就开始了。如果你经常往里存钱，并省吃俭用，存款就会越来越多，你就会一直有钱花，一直过着富足的生活。同理，你所有的言行举止，做的所有的事，都在消耗你的福报。福报就像存款一样，很快会花完，霉运就会接踵而来。如果你不仅没有做消耗福报的事，还一直在积累功德，那么你的好运就会源源不断，还能福泽子孙。知福惜福者，福气自然会围绕在身边，伴你终身。不懂福也不去惜福的人，福气自然也会离你而去。福报不是天制的，更不是花钱买的，而是在漫长岁月中，用自己辛苦点滴付出积累而来的。佛家常说，欲知过去事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未来果，今生做者是。世间之事，皆有因果，种善因，得善果；种不善因，得不善果。人是很神奇的动物，一半是神性，一半是肉体，一半是天使，一半是魔鬼，一半是人类，一半是动物。如果不自我反省和约束，偏要我行我素，就会趋向于动物。如果是那样，神灵也会心寒，老天也帮不了你。给大家讲7种结善缘的方式。第一个是眼缘，就是能不能满眼充满着善意喜悦地去面对其他人。我认识一位企业家，他无论面对谁，眼神中总是充满善意和尊重，即使是面对公司最普通的员工。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尊重，让他的公司凝聚力特别强，员工忠诚度极高，公司也因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。第二个是面缘，爱笑的人命运不会很差，把你的整个脸变得微笑，绽放一些，把你的微笑布施给别人，你的命运就写在你的脸上了。有一位销售员，业绩一直平平，后来他参加了一个培训，培训师告诉他，无论遇到什么客户，都要真诚微笑。他照做了，奇妙的是，他的业绩开始节节攀升，半年后成为公司销售冠军。后来他才明白，真诚的微笑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建立信任感。第三个是言缘，多说柔软慈悲语，多说利他语，用语言去温暖人，鼓励人，一讲话就能启发别人。
有一位老师，他从不批评学生的缺点，而是总能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并给予肯定。在他的班级里，即使是学习最差的学生也能找到自信，最终全班学生的成绩都有了显著提高。这就是言语的力量，它能够改变一个人的自我认知，进而改变他的行为和命运。第4个是伸援，伸援就意味着你看到别人需要帮助，能不能顺手搭个手帮一下，别看到了你就溜了，帮一把都在积福。有一位退休老人，每天早上都会去社区公园打扫卫生，从不间断。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辛苦，他说：我不觉得辛苦，反而很快乐，看到公园干净了，大家来这里休闲更舒适，我心里就很满足。就是这样简单的善行，让他在社区里广受尊敬，也让他的晚年生活充满了意义和快乐。第5个是心源，简单讲一点，至少要做到，别人即使对你不太好，你仍然可以有一个宽容之心。你能具备一个宽容和慈悲之心，你就是在修心源。有一位企业家，他的合作伙伴背叛了他，带走了公司核心技术和主要客户，让他的公司陷入困境。但他没有选择报复，而是重新开始，专注于技术创新和服务提升。3年后，他的公司不仅恢复了元气，还超越了昔日的规模。而那位背叛他的合作伙伴却因为内部管理混乱，公司最终倒闭。这就是宽容的力量，他不仅是放了自己，也给了自己重新开始的机会。第6个是做援，坐公交车、坐地铁时，能不能相互谦让一下，把座让给更需要的人？看似小事，其实都在培养我们的心性。有一位年轻人，每次坐公交车都会主动给老人让座。有一次，他在找工作时，面试官恰好是他曾经让座的一位老人。老人认出了他，当场决定录用他。这看似巧合，其实是善缘的回报。我们的每一个善行，都在无形中编织着我们的命运之网。第7个是赞缘，为别人点赞意味着什么？你有一种欣赏别人的能力。你能欣赏别人，意味着你内心是富足的。你点赞再深一点，学会随喜别人，这叫随喜功德。有一位艺术家，他从不吝啬对其他艺术家的赞美，即使对方是他的竞争对手。久而久之，整个艺术圈都喜欢和他合作，因为大家知道他是真心欣赏和支持他人的。这种随喜他人的心态，不仅让他在艺术圈建立了良好的人脉，也让他的艺术创作更加丰富多元。如果你听懂了并悟到了，你的人生将迎来新的转机。风水以人为主，福人居福地，福地福人居。傻子放到福地上也是个傻子，跟福地没有关系。就像这条马路，一个红绿灯，一个马路，你在这条马路上来来回回已经过了20年，每天要过5次马路，20多年了没事。他一来第1次过马路就撞死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不要赖那红绿灯，跟路口没关系，是跟你的脑子有关系，跟你做人做事有关系。所以，最好的风水是因人而变化，最好的福报是自己累世所积的阴德。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，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福报呢？其实，机会就在我们身边。首先，保持感恩之心，每天早晨醒来，感谢新的一天；每次用餐前，感谢食物的来之不易；每次遇到帮助，感谢他人的善意。感恩之心会让我们更加珍惜生活，也会让我们更加乐于助人。其次，培养慈悲心，看到流浪动物，给他们一些食物；看到需要帮助的人，伸出援手；看到环境污染，主动参与环保活动。慈悲心不仅能够帮助他人和环境，也能净化我们自己的心灵。第3，保持诚信，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，都要言出必行，
诚实待人，诚信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品质，也是积累福报的重要途径。第4，孝顺父母。父母给了我们生命，养育我们成人，我们应该尽己所能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，定期回家看望父母，关心他们的健康和生活，在他们需要时提供帮助和支持。第5，勤俭节约，不浪费食物，不过度消费，珍惜每一分钱。这不仅是对资源的尊重，也是对自己福报的珍惜。第6，乐于分享，把自己的知识、经验、资源分享给需要的人，这是一种无形的布施，也是积累福报的重要方式。第7，保持正念，时刻观察自己的言行，避免做损人利己的事情，保持心灵的纯净和善良。正念能够帮助我们避免造作恶业，也能帮助我们积累更多的福报。记住，福报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积累的，它需要我们长期坚持善行，持之以恒的修行。就像滴水穿石，看似微不足道的善行，长期积累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。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洛克菲勒，他的成功不仅仅是商业上的成功，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成功。他明白，真正的财富不是银行账户上的数字，而是内心的富足和对社会的贡献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和成功，但真正的幸福和成功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满足，更是精神上的富足。福报就是这种精神富足的外在表现，它来源于我们的善行和德行，也反映在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内心平静上。古人云：福报皆因果，切莫随意挥霍。这句话提醒我们，福报是有限的，我们应该珍惜它，同时也要不断地积累它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、更稳。最后，送给大家一句话：种下一个行为，收获一种习惯；种下一种习惯，收获一种性格；种下一种性格，收获一种命运。愿我们都能种下善良的种子，收获幸福的命运。福报不是命中注定的，而是我们自己创造的。我是高维认知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，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每天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。